新婚之夜，张小轩磨磨唧唧在床边不上来，我的急脾气一下子上来，伸手拽住他的衣领。张小轩，你是不是不行？是男人就听不得这话。张小轩利落地滚了上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张小轩斯斯文文，看起来不行的样子，没想到还挺生猛的。早上我扶着酸痛的腰起床，洗把脸去吃早饭。公公婆婆早已去养猪场忙活，张小轩也去帮忙接生小猪仔。我起来已经没人在家，收拾收拾，开始做午饭。吃饭的时候，张小轩非要先去洗个澡才吃，就没等他。婆婆把我拉到一边，悄悄问我昨天感觉怎么样，他儿子行不行之类的话。纵然大大咧咧，我也害羞啊。我回答婆婆说挺好的，生猛。婆婆高兴得找不到北，转手给我塞了个大红包。晚上睡觉，我抱住张小轩，他以为我今天还要结结巴巴地说女人第一次之后要缓一缓，恢复一下。我一巴掌拍过去，让他老实点。抱着人睡觉是我的习惯，在家都是抱着小妹睡觉，嫁过来只能抱着张小轩了。我是张小轩他妈，也就是我婆婆亲自选的儿媳妇。张小轩柔柔弱弱像个女人，我大大咧咧像个男人。婆婆就是想找个有脾气的媳妇，跟张小轩中和中和。而我一眼相中了张小轩的那张俊脸。虽然现在流行那种健硕黝黑的汉子，干活利落力气大，但我就是喜欢有书生气的斯文男人。当初婆婆带着张小轩来我家说亲，人一走我就拉着我娘说同意。张小轩简直长在我心坎上了，我娘怕答应得太快，显得我掉价，硬生生拖了1个月才答应。不知道张小轩怎么也同意了，反正双方都满意，选了个良道吉日，速速结婚。婚后除了新婚那夜，张小轩并不是很热衷这件事，1个月保持1次的频率。我想他肯定不喜欢我，但看在这张俊脸的份上，慢慢培养感情，到时候郎情妾意也行。我不急，但是我婆婆急呀。4个月过去，我的肚子半点动静都没有，急得都给张小轩吃滋补的东西了。张小轩燥热难耐，确实比之前来得多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他不热衷这事，甚至有点排斥。难道是我身材太差，皮肤太粗糙，还是我长得丑？我对着镜子照了照，也不丑啊，普普通通，带点婴儿肥。我也不好意思跟婆婆说，以婆婆那个性子，肯定要拉着张小轩去医院检查，那张小轩还不得羞愤死。为了维护他的尊严，我准备悄悄找他说说，哟，这不是小轩媳妇吗？一起去猪场啊，感情真好。我以为是小轩媳妇是称呼我的，刚想同他客套2句，发现原来骂张小轩像个小媳妇，要叫他媳妇也只能我叫。你在狗叫什么？有的人就知道欺软怕硬，碰到硬茬立马认怂。开玩笑开玩笑，弟妹别介意。那啥，我先去忙了。什么人啊？我气冲冲地拉着张小轩的袖子去猪场。路上张小轩不知道怎么就高兴起来，非要跟我十指相扣。我嫌热，甩开他，又给扣上，偏偏这次挣脱不开，无奈地看了一眼他眯起来的眼睛。算了，随他高兴。今天是阉割前几天出生的小公猪，越小阉割好得越快。我拎着粉嫩的小猪，张小轩利落地划开猪屁股，挤出蛋蛋，喷上碘伏，便大功告成。拎了太多猪，手麻了，我让张小轩停一停，歇一会。他脱下手套给我按摩，细长的手指煞是好看。张小轩，
你手怎么也长得这么好看？我感叹道。赶明，爹去县里让他多带几盒雪花膏回来。你的手干太多活，都糙了。村里的姑娘哪有手不糙的？大家都干农活，手被拿起来端详。张小轩似是心疼地抚摸了2下，我觉他应该是有点喜欢我的。忙完猪的事，天也黑了，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。回去的路上有个陡坡，下雨还天黑的不好走。今晚就睡在猪场备用的房间里。躺在床上，我欲言又止地望着张小轩白皙的脸庞，在我眼里越来越红。秋兰，你干嘛一直盯着我？张小轩，你身体也没问题呀，为什么排斥跟我睡在一起？咱妈想抱孙子很久了。张小轩犹豫半晌，他很想告诉我，眼睛都憋红了，还是说不出口，看来是心病。伸手捂住他的眼睛，亲了亲。张小轩，不想说就不说，你什么时候想说，再说给我听。张小轩转身抱住我，头埋在我的脖颈处，闷闷传出一声想来想去，我还是不放心。趁张小轩不在家，问婆婆怎么回事。婆婆说，张小轩长得像他太爷爷，小时候秀气的像个女孩子，12岁那年被老牛家的坏小子给脱了裤子，看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。脱了裤子就算了，还嘲笑张小轩小，同村里的其他小屁孩一起将张小轩关在村里废弃的仓库里，关了2天。公公气不过，将那坏小子的头给打破了，到现在还留着疤。从那以后，张小轩更不喜欢说话，也不喜欢跟村里的男孩子玩，还患上了洁癖。也是因为那件事，成绩很好的张小轩上完初中再也不肯去学校。婆婆让我不要嫌弃小轩，小轩是个好孩子，就是性子软一点，挺会心疼人的。我想起张小轩每天回家都给我端洗脚水，衣服也是跟我抢着洗，一回家就不闲着，但凡我要动手的活，他都会抢着做。这么体贴的张小轩，我怎么会嫌弃他呢？心疼还来不及，要是我在那时候就认识张小轩，一定把那什么老牛家的臭屁孩揍得连爹妈都不认识。小小年纪就会欺负人，张小轩，我一定要让你自信又大方地站在人前，让那些欺负过你的人看见你闪闪发光。洗完澡，我穿着新买的吊带睡裙出来，露出锁骨，秀出傲人的波澜壮阔。张小轩瞧了一眼，立马低下头，眼中的惊艳跟激动没能逃过我的眼睛，抬起他的头，强迫他看向我。张小轩，我的衣服好看吗？好看的。秋兰，被迫看向我的张小轩像是魔怔了，双眼失焦地看向我。快去洗澡，我等你。以前都是由着他的性子，现在我要主动出击。张小轩很快洗完出来，立马把灯给关上，提枪上阵。我一把按住他。秋兰，耳边传来张小轩求饶的哀嚎，想让我放过他。张小轩，你长得很俊，这里长得也很好，我很喜欢。说完俯身下去。等我平躺在张小轩旁边的时候，他仿佛在另一个世界，久久不能回神。张小轩，做错的人才需要忏悔，你没错，为什么要嫌弃自己？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我知道他一定听得懂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张小轩现在都怕我了。主动是主动了，但是我一有风吹草动，想要作妖的时候，他就跟兔子一样跑得飞快。小轩，秋兰，快去猪场，出大事了，我去找兽医。婆婆慌张地跑回来，脸色泛白。我们俩一刻不敢耽误地往猪场跑去。公公正把一批猪都往一个猪圈里赶，门口躺着2只死猪。爹，猪怎么死了？你们别过去，是猪瘟。
绕过来，把没染上病的猪赶这边来，竟然是猪瘟，搞不好整个猪场的猪都保不住。将健康的猪隔离过去，开始清理猪圈里的猪粪，没吃完的猪饲料也都要烧掉。猪场要大消毒。兽医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。猪瘟只能预防，得上的只能等死，最后焚烧掉。没得上的猪也都打上疫苗，观察一阵子。兽医打完针，说他得上报猪瘟的事。整个村子，包括附近村子的猪，都需要打疫苗预防。送走兽医，公公开始哀叹：这下全赔了。乌云密布，一家人心情都很沉重。老张家的，赶紧给我出来！大早上，外面突然吵闹起来，因为你们一家猪瘟，连累我们整个村子。我还等着卖了猪，给我那位出生的小孙孙攒奶粉钱呢。我家就指望那头猪还账，现在人家听说我们这边有猪瘟，不要我家猪肉，要我直接还钱。老张头，你怎么做这些丧尽天良的事啊？整个村子就你家产业大，赚的钱多，你还不好好养，闹出猪瘟，作孽呀你！张老板，上个月订的猪肉我们饭馆不要了，你得给我们找别的猪。饭馆等不及找新的猪场啊！同村人一个个来讨伐我们，连累了他们。预定了猪的老板要退货，还要给他们找货源。平时一个个客客气气的村民面目狰狞，那些眼红我们家猪场的也来插一脚。公公做生意最讲诚信，焦急地安抚饭店老板，说一定给他们找货源，钱一分不少的退回去。婆婆忙着与那些眼红的人吵嘴，争个输赢。张小轩使劲用身体抵着人群，不让他们往里冲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哐哐哐，我拿起铁锹，使劲敲着大门。养猪环境差是容易发猪瘟，你们看看我爹娘天天都去猪场起早贪黑的忙活，像是不好好管猪的样子吗？猪瘟是先从我家发现的，但是我家猪场在中游，牛家、李家还有吴家都在上游。你们都养猪，万一是你们上游的水流下来传染给我家的呢？你个小女娃瞎说什么？污蔑我们家！我告诉你，就是你们家传出来的。老牛家那坏小伙最激动，我污蔑？你没有污蔑吗？还没有确定。你们一群人就来闹我们家，闹是吧？我们当着村长的面闹，再把兽医找来，好好检查是谁家先开始的。村长来了，人群中有人高喊，大家自发给村长让路。村长站在我家门口，吵什么？谁家愿意发猪瘟？就你老牛家闹得最凶，你闹什么？还因为陈年烂谷子的事记恨在心吗？兽医已经去挨家挨户检查了，到时候是谁家传出来的，谁就道歉，各家损失各家自己承担。老张家产业大，你们有的人眼红，我不说，大家也知道，他家损失不大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还不得互相帮衬？谁想闹事撕破脸，到我跟前来。村长几句话把他们镇住，推搡的手都放了下来，一个个不再叫嚷。张小轩刚刚死拦住那些人，胳膊被挠破好几条又长又深的口子，放下铁锹，问他疼不疼。他把袖子拽下来盖住，说不疼。既然大家都在这，那就在这等着兽医过来。日头高起，越来越热。就在大家开始不耐烦的时候，兽医来了。兽医在村长耳边说了几句就走了，找到源头就好控制。来，刚才叫的最使劲的牛大栓过来，你家人粪都流到猪圈了，圈里还有被猪咬死的老母鸡，尸体不清理。猪瘟不是从你家传出来的，是从哪传出来的？赶紧上来给大家道歉。牛大栓梗着脖子还想狡辩，
村长一脚给踹了过来，唧唧歪歪道完歉，没有一点诚意。村长让大家伙都散了，那些之前找事的人都蔫蔫地走了。这时我才松口气，拉起张小轩的袖子，伤口渗出血，整个胳膊看起来惨不忍睹。刚才就应该拦住他们，赔了医药费再走。我恨恨地说道：“不疼的，就是看起来严重，我心疼。”拿起碘伏给他涂上，有点深的伤口找来白布给简单包上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就传你们这个村子闹猪瘟，你们猪场咋样？公公和婆婆在一旁说了眼下的情况，主要是饭馆的5头猪得给人家，眼下附近村子的猪都不行，再为这个发愁。我家2头猪，他大姐家3头正好，明天让饭馆的来拉猪。娘，猪现在卖了，你过年怎么办？家里每年都会养2头猪，为了过年准备的，娘每年都伺候得尽心尽力。你是我女儿，小轩是我女婿，算半个儿子。现在有困难，我不帮谁帮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还记得小时候打碎了盐罐子，被娘捉着打，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还没有盐罐子重要，心里暗暗恨着他。没想到现在娘会拿出家里的2头猪帮我们。我抱着他的胳膊不撒手。张小轩拿出家里的菜、猪肉，还有之前婆婆买的窗帘，都让娘带走。猪场里少了1半的猪，我跟张小轩也不用去猪场帮忙，我俩在地里种点萝卜、白菜、菠菜，备着冬天吃。正好菜地挨着老牛家的玉米地。牛大栓是个耙耳朵，他媳妇长得粗壮又凶悍，时不时地撵着他打。小轩，累了吧？歇会儿。小轩，渴不渴？来喝口水。小轩，来擦擦汗。因为猪瘟的事，牛大栓见着我们都夹着尾巴做人。猪场损失那么多猪，看见他就冒火，非得教训教训他。在我连续不断的骚扰下，牛大栓开始破口大骂隔壁张小轩家的，天天小轩小轩的，你怕不是嫁了个丈夫，是多养了个儿子吧？你管我是不是养了个儿子？反正我是不会把我家小轩当成孙子打，不是什么媳妇都会心疼自家丈夫，什么样的锅呀，就只能配什么样的盖。我轻描淡写地讽刺他，牛大栓气得直接掰断玉米杆子，冲上田埂子，叉着腰跟我对骂。我再怎么孙子，起码在床上强，你家小轩娘们兮兮的，能行吗？说到这事，真是撞上我的火药桶了。当初就是因为这孙子欺负张小轩，害得他最后连学都不上了，还敢跟我提这茬。我火冒3丈，不顾张小轩阻拦的手，一铁锹挥过去。是你行，就胯下那2两肉，自以为很行。牛嫂子老早就在吐槽你，在身上动2下就结束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有本事脱了裤子我看看有多行。发起火来的我堪比他老婆，好男不跟泼妇斗。张小轩管管你老婆。说完，牛大栓怂怂地跑走了。骂是骂赢了，我还是很生气，死死盯着牛大栓的背影。张小轩拉着我坐下，伸手理好我微乱的头发。秋兰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你不用生气。他眸光微动，眼底划过一丝柔情与感动，眼尾似有水光。一想到12岁的张小轩弥漫雾气的双眼，满是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鼻子发酸，心脏隐隐作痛。我捧起张小轩的脸，望向他的双眼，想要望进他心里，修补那段破碎的过往。张小轩，谁欺负你一定要还回去。张小轩抓住我放在他耳边的手，在他脸上轻抚2下，再抬眼，满是温柔深沉的爱意。菜种的差不多了，家里杀2头猪，提前做腊肉，等年后直接卖腊肉。我跟婆婆在院子里洗猪内脏，
张小轩跟公公在一旁切肉。秋兰，我给你送东西来了。远处传来呼喊，我一抬头是老熟人，国胜哥，你咋来了？我惊喜地问道。国胜哥入学晚，以前跟我读一个班，后来家里发达了，转去城里上学了。上学的时候一直照顾我，有人欺负我，准会帮我打回来。我回来看看老房子，遇见你姐，刚好顺路带点腌菜过来给你。国胜哥不急着回去，正好杀猪，让他留下来吃饭。他积极帮着洗猪下水，边洗边回忆小时候那些囧事，感慨我都结婚了，小姑娘长大了。越说越开心，后面传来砍刀砰砰剁骨头的声音。张小轩，你慢点剁，注意安全。回头见他面色不善，跟手下那块骨头有仇似的，浑身散发着怒气。好好的，怎么生起气来？从未见他情绪反应这么大。饭桌上，国胜哥跟公公高谈阔论，喝了2口酒，开始指点江山。两人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张小轩不喝酒，一口就倒的那种。看他只吃面前的青菜，加2块肉让他多吃肉，他硬是给我加回来。从上午就开始不对劲，不知道在别扭什么。送走国胜哥，边洗碗边问婆婆：“娘，张小轩怎么怪怪的，像是在生气？”婆婆打趣说她是在吃味呢。我恍然大悟，院子里只剩下张小轩，我在他边上叽叽喳喳，一会嫌他肉剁切得块太小，一会说骨头剁大了再剁一刀。张小轩沉默地应对我的无理取闹，面上极力维持平静无波的样子，想显示自己不在乎，心里暗暗生闷气。我看你能忍到几时？当我再次拿起边上的肉，挑3拣4，张小轩放下手上的刀。李秋兰，你到底要烦我到什么时候？说完，他自己也觉得语气重了，瞬间表情又变得无措起来。张小轩，你在凶我？我借机控诉他。秋兰，我不是要凶你，对不起，我没控制住自己，你别生气。喉结轻轻滚动，眼尾发红，明明是他先发脾气，到头来像是我在欺负他，其实我就是在欺负他。张小轩，你吃味了还来凶我，似是被我戳中内心，还想表现自己不是小气的人。他猛地低下头，没有，你瞎说什么？语气都虚了。我更加开心地刺激他，让他抬头，让我仔细看看是不是我瞎说。眼看瞒不过去，张小轩闭了闭眼，一把抱住我，头埋在我的脖子里，闷闷地说：“你都知道了，还来打趣我？我就是吃味了，我都没摸过你的头。”他当着面摸，我就是生气。刚刚是我无理取闹，现在是他不讲道理。我是头发飘嘴里了，他帮我别在耳后。要真是让他占了便宜，娘早就说我了。把张小轩的头抬起来，让他使劲扒拉，摸到满意为止。我以为张小轩来真的，2只手都放在我耳边的头发上，眼前猛地一黑，黑暗中双唇被他索取，先是舌尖慢慢试探，然后整只舌都探过来，强取豪夺。一分开，我面红耳赤地控诉他不老实，大白天的，嘴角的银丝都没来得及擦掉，跑回房间。看我反应激烈，他委屈巴巴地解释道：“他都看了，周围没人，是什么让我觉得张小轩老实来的？老实个鬼！下午婆婆回来了，我向她抱怨张小轩不老实，婆婆冷笑一声说：男人哪有老实的？还说我才是傻的。现在还不知道张小轩的秘密？什么？张小轩还有我不知道的秘密？一时内心复杂，想给他脸色看。门口一阵热闹，没想到是张小轩出嫁已久的姐姐回来晚了，还带着小侄子和姐夫家的妹妹。小侄子才1岁，肉嘟嘟的小脸
别提多可爱了。我过去一把抱住小侄子，他也不认生，小嘴亲在我脸上，别提多软萌了。见我这么喜欢小孩子，姐姐打趣我说努把力，争取年前怀上。我凑到姐姐耳边使坏，让她对张小轩说。姐姐一听可乐坏了，原来弟弟不行啊，晚上可得好好说说。旁边是刘翠花，姐夫的妹妹，不是很白，但是身材匀称，一看就有一种读书人的气质。一问原来高中才毕业，我热情地接过她手中带来的瓶瓶罐罐，刚好准备在一堆花生中挑大个的做种子，明年用。边忙活边聊天，开始还好好的。张小轩回来之后，刘翠花眼神就不对劲了，没说两句话，那眼睛就瞥向张小轩，一次两次就算了，还越看越起劲。我挪位置挡住张小轩，把话题往他身上引，大家都看他了，才收敛一点。晚上做饭，张小轩在旁边洗菜，他暗戳戳地凑过去帮忙，眼看手就要挨着手，我烧火的手一放，走了过去。翠花，天冷水凉，你去烧火吧，我们来洗就行。他欲言又止，还想拒绝，我一把抢过他手上的菜，给他推过去，手上粗鲁，面上礼貌微笑。老娘的男人轮得到你来勾搭？等刘翠花进去了，菜往张小轩手上一塞，张小轩有点自觉呀，注意点距离。张小轩一脸懵逼，没注意他过来。秋兰，你快进去，外面冷。榆木脑袋。接下来我严防死守，但凡刘翠花有点想跟张小轩搭话的苗头，我立马接过话。都是女人，谁不是人精？见我看出来，刘翠花老实了。婆婆瞪了大姐两眼，谴责她带过来个麻烦精。大姐也不知道刘翠花怎么就看上自己弟弟了，将儿子给刘翠花照顾，让她没时间下来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不知道张小轩怎么就开始腻歪起来，在我边上哼哼唧唧的。我直接给他个榆木脑袋一巴掌，气死我了，一点眼色都没有。不知道刘翠花今天一直看他吗？谁知张小轩不生气，变得更高兴了。秋兰，你说说，你今天是不是生气了？是不是吃醋了？听语气挺得意，怎么被蚊子叮上了还得意起来？让你也知道我吃醋的感受。原来是陈年老醋还没消呢，给我耍小心眼子。我使劲揪他腰间软肉，你揪，越使劲就是越稀罕我。张小轩贱嗖嗖地说，还一个劲地闹我，最后还是让他得逞了。大姐他们在这里住一晚上，第二天下午回去。对于刘翠花这样没有眼色的小姑娘，我一向是不留情面，说话对她爱答不理，把张小轩使得远远的，不出现在他视线范围里。这下可算老实下来，我又开心地带着小侄子到处玩，抓虫子，躲猫猫。豆豆藏哪了？姨找不到了。豆豆快出来！我知道他藏在我睡觉的房间。小短腿刚会走路，慢悠悠地走不快，还以为自己藏得很隐蔽。我就在门口看着呢，在门外站一会给他躲藏的时间，刚准备进去，听见豆豆突然哭起来，吓得我赶紧跑进去看，想藏床底，结果被磕着头了，两只小短腿在外面扑腾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可爱呀？将他抱出来，擦擦头上的灰，说他怎么碰着头了？是不是床腿碰着了？哄好之后，非指着床底，嗷嗷的叫。床底有东西，我凑过去拿出一个铁盒子，里面是一个日记本，不是我的，那肯定是张小轩的。背着我偷偷写日记，肯定写的我的坏话。看完日记，我脸爆红。什么6岁的时候还尿裤子，被人家以为是掉进水里了；7岁的时候，别人给的橘子皮很好吃，关键是那个人家
别人都是我，我一点记忆都没有。还有什么14岁的时候梦见过我，觉得好幸福。原来张小轩很久以前就喜欢我，日记上还写着新婚那夜。张小轩激动得不敢上来，被我一刺激，冲动地上来，因为弄疼我在日记里后悔道歉。日记里一桩桩一件件写的都是我，什么爱我、想我、痴痴地看我，看完肉麻死我了。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张小轩居然是痴汉。我努力当作没看见这个日记本，原位放好，但是那些肉麻的话像是魔咒一样，时不时出现在我脑子里，我根本控制不止。张小轩见我一会傻笑，一会揉胳膊，问我怎么了，一言难尽地看着他，想问他，又害怕他那些露骨的话，摇摇头说没事，送走大姐他们。我没忍住问张小轩是不是14岁的时候就喜欢我，他脸突然爆红，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秋兰，你不小心看见了你的日记本。张小轩此刻就像一个突然被脱光衣服的良家妇女，想指责我，又害羞不已。你快忘记，那都是假的，上面什么都没写。日记本里写的那么露骨，在我面前就是一小鹌鹑。看他可怜的样子，我骗他说我一喝酒就会忘记很多事。晚上张小轩一个劲的给我喝酒，婆婆说他发什么疯，灌我干什么？我扑哧一下笑出来，说张小轩想看我喝醉是什么样。婆婆说他闹我还纵容他，纯是惯的，打了他一筷子。第二天一早，张小轩试探性地问我还记不记得昨天的事，我装作忘记。他高高兴兴地去地里除草，真是个大傻子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到了12月，天彻底冷下来了。这天张小轩一进来就想亲我，我鼻子特别敏感地闻到他身上的汗味，难闻到想吐。我推开他，让他离我远点。这货一脸难以置信，颇受伤害。我不忍心，强忍恶心凑过去，却没忍住跑出去呕吐。张小轩被吓到，跑过来给我拍背，汗味让我恶心更甚，一把推开他，让他离我远点。他手足无措地去找娘，顺手拿了杯水放在我边上。怎么了，秋兰？没事娘，就是有点想吐，应该是吃凉的了。娘，你快给秋兰看看，她之前都没生过病的。张小轩着急地非拉着娘过来看看，娘则是一脸喜色，怕不是有了哟？说不定还真是。最近老觉得鼻子敏感很多，暗戳戳地与张小轩保持距离，晚上睡觉直接将他赶到偏房，完全无视了他控诉的眼神。去县城的医院检查之后，猜测成为现实，确定怀上了。鼻子敏感，只能等身体自己缓过去。因为这张小轩直到过年的时候还在偏房睡着，身上的怨气简直需要去寺庙净化净化，天天拉着个脸，娘看不过去，年前给揍了一顿，天大的好事都要被他的黑脸给赶走了。猪也都杀了，需要挂起来用烟熏，免得天热了之后生虫。家里天天是肉的腥味。过年的时候，我鼻子好起来，张小轩终于有了笑脸，热热闹闹过个年。年后也没急着买猪苗，真正闲下来，张小轩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讨伐肚子里的小宝宝，说他怎么坏，还没出生就让他爹被赶到别的房间睡，小小年纪就来抢亲爹的媳妇，出来了就揍你。越说越起劲，我直接拧住张小轩耳朵，让他适可而止，注意胎教，万一是个小姑娘，他要是敢动手，这辈子都别想进我的房间。怀孕4、5个月，偶尔会有胎动，张小轩就跟有了玩具一样，晚上抱着我肚子不丢手，
如果我肚子是个木头，早被他盘包浆了都。现在每晚的娱乐节目就是他非得碰到胎动了，跟孩子互动了才睡去。我实在烦不过，让他念书给孩子听，说不定出来就是一天才。他不干，我说行啊，你不念，我自己念，把你那日记本给我拿过来。这招打着他7寸了，老老实实的念了起来。6个月的时候，张小轩开始焦躁、害怕。村里人一有个风吹草动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些大婶子、小媳妇天天跟张小轩说女人生产多危险，谁就因为生孩子没了，把张小轩吓得我干啥他都要看着，还去县里找医生问清楚孕期、生产时、孕后怎么照顾孕妇。县里的医生高兴坏了，大家都对女人生孩子不上心，很多人甚至都只在家生。有一个对孕妇这么上心的农村男人不容易，讲得非常仔细，甚至有记者来医院做访谈的时候，还把张小轩给介绍一番，报纸上居然出现了他的名字。这下全村的人都知道张小轩疼老婆，家里的小媳妇一吵架，就让自己男人学张小轩。张小轩因此成为全村男人的公敌，私下里偷偷抓住张小轩，让他少做点丢脸的事，多做给男人长脸的事。张小轩自豪地说他做的就是给男人长脸的事，一顿教训在所难免。虽然受了点轻伤，张小轩反而高兴得不得了，回来还跟我炫耀，全村的女人都羡慕我，他可高兴了，还让我快点把宝宝生下来，不然他老是担心我，担心得睡不着。瞧着他眼下的乌青，胡子也冒出来，我摸摸他的脸，说这段日子辛苦他了。这天张小轩刚出门，我就感觉到肚子不舒服。小轩，张小轩，怎么了？秋兰，我肚子疼，怕不是要生了。秋兰，我马上去推车，你忍着点。张小轩看起来慌张，实际上收拾起来井井有条。进产房的时候，张小轩拉着我的手不放，要不是医生强硬地给他推出去，他都要跟着进来，嘴上一遍遍地嘱咐我不要紧张，自己手却紧张地发抖，身下是撕裂般的痛苦。我开始还能忍住，后面宫缩越来越密集，忍不住痛苦地喊叫出来。我听到外面张小轩的哭声，秋兰，秋兰，你还好吗？我没力气回他，疼过一阵，才感觉有了点力气，蓄力等下一波使劲，头上全是汗，是热的也是疼的，好想让张小轩别哭，但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。又发动了几波，哇的一声，宝宝出来了，很累很痛，我整个人处于虚脱的状态，幸好脑子还是清醒的。一出来，张小轩眼睛都哭肿了，拉着我的手问我还好吗，边哭边说不生了，再也不生了，吓死他了。我想笑他说傻话，但对他笑一下的力气都没有。坐月子期间，我的吃喝拉撒都是张小轩伺候，婆婆只用送我们2个的饭就行，她又是照顾我，又是照顾孩子。1个月下来，我跟孩子都圆润了，就她瘦了不少。婆婆说让她歇一歇都不乐意，非要事事都自己做才满意。木木，看你爹多勤快。我拿着儿子的手摸张小轩的脸，小小的手对比上去，张小轩就像是个巨人。张小轩，在这坐一会儿，头上全是汗。秋兰，我不累，那2件衣服洗了我就过来，先辛苦你抱一会木木。我天天躺着哪能累着，反倒是他总是坐不住，各种忙。同一个病房的人都说他这样的好男人难找哦，说我好福气。张小轩把我照顾得太好了，月子期间我恢复得很快也很好，奶水也足，木木喝不了多少，我就经常胀得疼。张小轩，你快过来，快帮我吸出来，
难受。张小轩脸爆红。秋兰，这不好吧？眼睛都看直了，还推拒。我一把把他头按下来，直到木木半岁了，我决定给他断奶。喝了下奶的药后，张小轩才解脱。秋兰，你怎么越来越好看了？这语气、表情，一副被憋坏的样子。晚上将木木放在他的小摇篮里睡。张小轩终于回到时隔已久的被窝。木木要是快点长大就好了，让他自己睡一间房。你又不幼稚，自己儿子都想赶走，你现在眼里只有他，哪有我半点位置？眼看张小轩朝着怨妇的路上越来越远，我果断堵住他的嘴。日子越过越好，这几年养猪场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病。木木3岁了，抱回去给他姥姥看，稀罕得不得了。张小轩也不再是初见时的文弱，当爹之后越来越有担当。现在外出谈猪肉的销路，他也游刃有余。除了木木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翻出了他的日记本，张小轩痛失作为父亲的颜面。他现在的爱好就是跟木木争我的关注，岁月静好，一世无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